不要耍起脾气，对着业委会的舞弊视而不见，大声官腔喝酒群众是哪来的权利？倚仗自己仗是警察，特权耍的牛逼，你就草包引出的跨市的追击。为什么2名警察可以开车千里，公然的来到贵阳任女士家里，练出手铐来个跨市区的大抓捕，以为这样可以让人民低下头来屈服？他们是警徽蒙羞，懒懒的乾坤不再有。他们不像是警察，更像是流氓打手。乌鸦3语，草包书记跨市抓捕。嗨，朋友你好，我是乌鸦3语。草包之书这4个字，今天呢在网络上边热传。事情是发生在贵州省毕节市，一名来自于南苑社区的业主任女士，在他们业主的微信群里边，也就是自己所住这个小区街坊邻居自己组建的一个微信群里边，发言抱怨他们所住的这个小区聘用的物业公司服务太差，不作为。随后他们这个社区的社区居委会党支部书记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也在这个群里边，他让任女士不要再说这些，并且呢有一些言语上的冲撞。任女士非常生气，于是呢把他们对话的这个截图发到了另外一个业主群里边，并且在旁边打字说明，大家看这个草包之书是怎么说的。就因为这一句话，刘女士被几个警察从200多公里外历经4个小时押回毕节市，被关在拘留所里边3天才放出来。因为观众里边很多朋友他不是中国大陆的人，所以呢他们并不理解什么是物业公司，什么是业主委员会。我呢就先来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在中国大陆绝大部分的，可以说80%-90%的城市人口都是住在公寓楼里边的。这样的公寓楼组成的社区呢，我们就称为小区。每一个小区呢是由物业公司来进行管理的，他们负责整个小区的环境卫生、安全以及房屋设施的维修维护等等的这些事务。他们呢有权利管理整个社区的这些公共资产，比如说停车场的收费，再比如说商铺的出租。社区内如果有像游泳池、网球场甚至是幼儿园这样的机构，那么也属于这家物业公司所运行的范畴之内。他们把这些所得的收入以及这些物业所有人上交的物业费拿来作为管理的资金。当然了，这里边有多少猫腻，那么大家想想都知道。在中国大陆，像这样的社区服务呢是由私人公司来进行的，它并不像很多西方国家是由政府来进行的。当然这只是表面上看起来是这样，它其实背后呢有更深层次的利益勾结。在中国大陆实际上的操作，物业公司的运营它其实上也是包括在房地产这一个利益链条当中的一个环节。大家知道中国的地方政府它是建立在房地产经济的这个基础上的，所以说整个房地产经济这个利益链条它是和政府是脱不开干系的，它是属于开发商和政府共同分配的一个利益蛋糕，对于平头老百姓来说它是属于另外一个阶层的事情。在中国大陆，物业公司的老板是属于官员的裙带关系，很多都是由地方官员的家人或者是家人的亲戚在做这个行业，属于整个房地产利益链条的最末端，也就是这些小鱼小虾。但是呢，别小看这些小鱼小虾，它足够让你荣华富贵，足够让你成为百万富翁、千万富翁。所以说大家脑子里边有一个概念就好了，物业公司它并不单纯，它有非常大的利益空间在里边。今天呢主要是说这个草包书记，对于这个物业的这一块呢，今天暂时不展开详细说。朋友们只要记住，这个物业公司它背后也是有后台的，再加上业主委员会，表面上呢也是社区居民自己选出来的，但其实上只要政府部门想插手，或者是候选的这些物业公司想要插手，那么他们可以通过非常多的方式，他们可以给这个业主委员会这几个人一些利益，以贿赂的方式给他们一些诱惑，或者是给他们一些压力，给他们一些威胁，那么他们就可以对某些事情做出一些让步，甚至是态度180度的大转变。一个小区有几百上千户的人家，每一户里边如果是3口之家、5口之家，那么整个社区不就是几千甚至上万的民众，对不对？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说，想要搞定几万个人、几万张嘴，那可是不容易的事情。但是想要搞定这个社区委员会那几个人，那就相当简单了。所以呢，从中共官员政府治理的角度来说，他们呢必然要去搞定各个小区的物业管理委员会。这样的话，在他们做事情的时候就变得很简单了，对吧？好，跟大家解释的差不多清楚了，继续讲这个草包书记。任女士在她的微信群里边跟这些街坊邻居一起抱怨这个物业公司。这个物业公司现阶段呢是试用期，也就是说，如果业主们觉得他们干得不好的话，随时可以把他们解聘掉，再重新去找一家物业公司来签约，来为自己的这个小区来服务。小区里边的大部分业主对这家物业公司都是深恶痛绝，都非常讨厌，都想把他们换掉，但是自己的态度只能代表自己这一家人。整个小区呢是由几百上千户人家组成的，所以想要解约这家物业
业公司重新签订一家新的物业公司的话，那么需要业主委员会来代表几百户、几千户的小区里边的业主来表这个态，来做这个决定。但是在这个时候，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业主委员会非但没有炒掉这家物业公司，反倒跟他签订了正式的合同。更加过分的是，按照合约来说，这家物业公司为这个小区来服务，他们要向小区业主委员会交纳一笔费用，交纳一笔押金。之后在服务期间，如果说发生了什么违约的事情，如果发生了这个物业公司干不好的事情，那么就从这笔押金里边扣一些钱出来作为惩罚，作为约束。但是呢，业主委员会莫名其妙的把这笔本该存在手上的押金，在没有任何业主同意的情况下，以物业公司的资金紧张为理由，把它退回到了物业公司。那么作为小区业主的这个任女士，他们当然不答应，对不对？小区的这些街坊邻居，这些真正的住户，对于这个他们自己推选出来的业主委员会为什么不能代表自己的利益而发出了质疑。他们呢在微信群上进行讨论，进行抱怨。这时候那个社区居委会的中国共产党的支部书记，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也在这个讨论群里边，也在这个微信群组里边。他看到任女士的这些发言以后啊，他就坐不住了，一拍桌子要起来说话。他说这个物业公司是去是留，这需要业主委员会召开业主大会以后才能决定。你任女士，你老在这个群里边这样闹有什么意义？这样一来呢，他和这个支部书记言语上边就有一些冲突。任女士在质疑这个业主委员会他们违法操作，他们呢侵犯了业主的权利。但是呢，这个刘书记就站出来，不知道是站在什么立场上，对任女士进行了打压。这个刘书记就说，开不开业主大会怎么开，这是业主委员会的事情。他的言下之意就是说，你任女士既然不是业主委员会的人，你就没有资格在这里说这些事情。你要有疑问，你就去法院起诉，否则的话请闭嘴。任女士听到了这些话以后呢，非常的气愤，她就把和她的这些对话截图以后发布到了另外的一个业主群，也就是他们称为业主维权的这个群组里边，并且任女士在这个维权群里边把这个书记称为草包。在后来的几天里边，这个事情呢就出现了电影都不敢这么拍的极具震撼力的转折。大约过了1个多星期，在离毕节市200多公里外的贵阳市，也就是任女士此时常住的家里边，任女士下班回家以后，她发现自己的家门口有几个人在鬼鬼祟祟，于是她就立刻打电话报了警。等到出警的民警到她家门口敲门，她开了门以后，突然却出来另外一群警察，上来给她戴了手铐，并且把她押上车，带回200多公里外的毕节市。任女士那可是一脸懵逼啊，上了一天的班，累了一天，回到家里边，发现门外有人鬼鬼祟祟，打了一个电话报警，破门而入的是另外一群警察，给自己戴个手铐，押到了另外一个城市去。大家说这种事情它放在21世纪的一个现代化的国家里边，大家能想得明白吗？200多公里的路途当中要走4个多小时，任女士呢几次要求喝水，但是呢都被这些警察给拒绝了。朋友们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自己开车4个多小时不喝一滴水？回到毕节以后，任女士被处以3天的行政拘留。行政拘留，大家可别被她的名字给骗了，她可不是让你去行政套房里边拘留，她是要到拘留所里边去拘留的。任女士作为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她在自己的社区和自己街坊邻居自己建的聊天群里边聊一聊家常，说一说自己不爽的事情，并且把这个并不站在业主立场上的这个刘书记的发言发到这个群里边让大家看一看，把它形容为草包，这个有问题吗？因为这2个字就可以被跨市追捕，并且呢几百公里带回来拘留3天。如果说他得罪的是个市长、市委副书记，那么也就罢了，人家有这个能量，人家能调动这样的力量。但是他惹到的只是一个区区的社区居委会的党支部书记，那他哪儿来那么大的能量？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就因为他是个赵家人，就因为他是一个共产党员，被别人骂了一句草包，他就可以把别人从200多公里外抓回来，关上3天，牛逼吧？厉害吧？到这里我再跳出来跟大家讲一下中国政府的这个级别。我相信很多中国人他可能自己都不清楚居委会它到底是什么级别的一个单位。我们比较熟悉的市政府下设的就会有区政府，对吧？区政府再往下一级就是街道办事处，街道办事处就是最低一级的中国的政府机构。再往下边一级呢就是社区居民委员会，到了这一级呢它就已经不是政府单位了，它已经不是政府机关了。按照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居民委员会的产生呢，是由辖区内所有的这些居民自己派代表、自己选举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群众组织，它没有任何实际的权利，
对于他们的这个权利呢，就是解决一下居民纠纷，协助维护一下治安，就是这样的事情。那个草包姓刘的书记呢，就是在这样一个组织里边的一个最基层的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书记。让我们再次回到事件本身，这个业主委员会它并不能代表整个小区业主的利益，对不对？在发生分歧的时候，这个刘书记莫名其妙地站在了业主委员会的一边，对这个小区里边买了房子的业主进行打压。那么大家想一下，这一个共产党员，这个姓刘的支部书记，他有这样的权利吗？首先，他为什么会在这个微信群里边？如果说他也是这个小区，也是这个社区的住户，也是这个小区里边买了房子的业主，那么他在这个群里边也不奇怪，是正常的。但是如果他不是这个小区的业主，他没有在这个小区买过房子，那么他跑到这个群里边来说话，并且呢是代表物业公司的利益，站在真正小区业主的对立面上，这是不是就很有疑问了？那么我觉得全体业主是不是可以联合起来，对这个姓刘的书记向政府发起一个关于是否收过贿赂的调查的请求呢？第二点，如果作为一个普通的公民，我今天打电话报警跟警察同志说，有一个人骂我是草包，我想请警察同志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2条的规定，把他抓起来，让他接受应有的惩罚。我相信我们此刻得到的答案是，你不要无理取闹，如果你再这样无理取闹的话，我们将对你进行处罚。如果你还要接二连三的打电话过去，那么那个被抓起来的人绝对是你自己。这个地方我们也要对七星关红山路派出所张某、李某两个警察提出疑问，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你们放下手中的工作，开车200多公里，来回将近500公里路，花费超过8个小时的时间，给任女士戴上手铐，4个小时不给水喝，把她给带回来的？究竟是因为这个刘书记是一个共产党的书记，还是因为这个刘书记的丈夫也是你们警察局里边的一名警察，甚至是你们的上司？最后还要提醒这2位警察，你们执法的权利是来自于人民，而不是来自于共产党，请不要忘了。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Peace。